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27期，时间轴来到1987年10月，在这个时间点，游戏界的大事件就是 PCE 主机的发布。当时任天堂的红白机几乎垄断了日本家用游戏市场，但随着技术进步，玩家对更高画质和更强性能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因为不满任天堂对第三方厂商严格的授权政策，哈德森转而与 NEC 合作，开发了这款更具性能优势的主机，并在未来的几年对任天堂在日本的垄断地位产生了冲击。不过现在我们的主角还是红白机游戏，10月份的游戏比较多，会分成2期来介绍，下面就一起看看都有哪些内容吧。杀虫大战，巨大昆虫的反击。今天上来就是一款古董游戏，这作最早是雅达利1982年的街机作品，而且是一款名字叫做蜈蚣的游戏续集。早年很受美国玩家欢迎，红白机的移植版由 HAL 工作室发行，有日版和美版。虽然画面很抽象，但它还是有一个背景的设定，玩家控制一个精灵，使用魔法剑保卫他的蘑菇森林，免受各种巨大昆虫的攻击。最主要的敌人就是不停蠕动的千足虫，还有其他的几种昆虫。精灵只能在画面的底部灰色区域内移动，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场景里的蘑菇可以通过多次射击清除，有时它会挡住子弹，影响消灭敌人。随着时间推移，会一直往下移动，来到灰色区域后会影响精灵的活动范围。画面里的 DDT 是一种杀虫剂，将它打爆，短时间内产生烟雾，有强力的杀虫效果。每一关只要消灭千足虫，就会切换到下一轮，节奏非常快。无限的关卡数，到后面越来越难。对于这种老的街机游戏移植，之前的节目也有聊到过，放在现在可以当成古董来看，可放在当时的红白机上，只能算是跟不上时代的作品。个人评价2颗星。麦克泰森的拳击热斗，任天堂开发和发行的一款拳击游戏，是1984年街机版的改编。在此基础上还加入了麦克泰森作为最终 BOSS 角色。游戏常规的版本称为普通销售版，最先发行的美版卡带，不久后就发行了日版和欧版。另外还有一个黄金版卡带，是金色的外壳，它作为磁碟机游戏高尔夫美国公开赛的奖品，限量1万份。这个版本里最终 BOSS 不是泰森，而是和街机版保持一致。玩家控制的角色名叫 Little Mac， 一名新人拳击手，目标是要不断击败对手，提升排位，最终成为世界冠军。视角从主角的后方呈现，他的块头显得比对手要小很多。操作方式上 ，B 键和 A 键分别是出左拳和右拳击打对手的腹部，结合方向键上出拳击打头部，左右方向键分别向两侧躲闪，方向键下格挡防御。通常对手出拳时会有一个短暂的闪烁时间，看准时机才能成功的躲避或防御。如果成功击打对手，对方的体力值下降，要是躲避后立刻反击，可以连续命中几拳，这也是重要的技巧。当对手闪烁的瞬间击中对方，可以获得1颗星星，最多3颗。这时按下开始键，能使出威力更大的上勾拳，但速度较慢。画面上方红色的爱心表示斗志，当自己的攻击被对手格挡或者自己被击中时，不仅会消耗体力，还会失去斗志。如果爱心耗尽，小麦克就会变得疲惫，皮肤变成粉红色。在成功躲避对方的攻击之前，无法再次出拳。每场比赛的时间限制是3轮，每轮3分钟。3种方式可以获胜：KO 对手10秒后没有起身，1回合内击倒对方3次，或者在3轮结束后通过裁判判定分数。某些特殊比赛无法用第3种方式获胜。不同的对手形象各异，对战前会显示对手的资料。每轮之间的休息时，教练还会讲解对手的特点。每个对手都有自己的行动模式、出拳特色和独特的招式，要通过不同的方法找到对方的弱点攻击。另外，马里奥也客串成了裁判登场。这部作品并不是一个拳击的模拟游戏，设计的思路也不是要体现拳击的真实感，但它的玩法具备极佳的游戏性，比赛过程快速流畅，玩起来酣畅淋漓。同时，玩家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并具备良好的反射神经，以便躲避和抓住间隙反击。高质量的图形和音乐，丰富的角色形象也给游戏加分不少。个人评价4颗星。
快捷洋枪原版是1986年艾瑞姆的街机游戏，红白机的移植版由东兴软件负责开发，日版艾瑞姆发行，美版由 Data East 发行。美版的游戏名直译叫做尼基小子。两个版本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最主要的是主角发型不一样。美版里是一个爆炸头，官方号称是朋克摇滚。小时候一直搞不明白游戏的名字，主角手里的武器怎么看都不像枪，后来才知道快捷是主角的称号，洋枪是他名字的音译，如果翻译过来是调皮丸。故事背景是调皮丸跟随师傅学习剑术，已经掌握了旋转剑的奥义，公主被绑架，主角前往营救。游戏类型属于标准的横版动作类，前进消灭敌人，关卡末尾消灭 BOSS， 没有血条，主角是祭死的设定。对付 BOSS 时，攻击命中后旋转剑会掉落，捡起来接着打。获得场景里的铃铛，可以将旋转剑扔出攻击。总共有8个关卡，前面的关卡里都有隐藏的路线，进入后是完全不同的场景。不过这些隐藏路线进入的方式很独特，单靠自己摸索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现。触发后主角会像触电一样，然后场景切换。在这里通常会有更多的卷轴，有分数或者奖命。如果获得一个小仙女，衣服会变成白色，作用是可以承受1次伤害。游戏里的敌人角色出现最多的杂兵是戴面具的忍者，不同的颜色技能不一样，再就是几种鸟。 BOSS 的形象设计都很有记忆点。这部作品从横版动作的设计上看没有太突出的优点，红白机上的人物都比较大，是一些滑稽搞笑的风格。虽然是祭死的设定，但总体难度可以接受，操作的手感一般，隐藏路线设计的比较刻意。个人评价2星半。嘉陵剑游戏的开发方翻译过来应该叫水晶软件，简称晶软，属于史克威尔 DOG 团队的成员之一，成立没有几年就倒闭了。早年主要做电脑端的 RPG 游戏。很久以前，勇者亚历山大被战神赐予嘉陵之剑的力量，征服了人类世界，但众神害怕勇者之力，将剑封印起来。1200年后，和平的阿利塔尼亚出现了怪物，伟大的巫师格拉德里夫也失踪了。国王派出勇者的后裔找寻嘉陵剑和巫师，并击败怪物。这是传统的勇者套路。游戏的整体玩法也很传统，俯视角的场景，一开始在城堡见到国王，大地图探索，访问各地的城镇，获得信息和物品，并完成事件，击败敌人，获得经验值和金钱。把它归为动作 RPG 是因为大地图上可以看到敌人，遇敌后切换成战斗画面，这里是计时制的战斗，敌人的数量在1到8个之间，切换战斗画面之前是看不到敌人数量的，有时敌人多了还得讲究技巧，不能被包围。攻击时没有挥砍的动作，就是和敌人对撞，也有间接攻击的方式，通过一些道具物品释放，这种方式就算是魔法攻击，因此要消耗 MP。 战斗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地形的设计，地形是由敌人所在大地图的位置决定的，同时切换战斗画面后，主角的位置是由在大地图上面对的方向决定。游戏的舞台场景从一开始的阿利塔尼亚城堡出发，前期都是在地上世界活动，经过几个城镇和另一个叫做阿勒姆的城堡，中后期前往一个叫做刃的世界，是怪物的家园，刃是片假名的音译，就是这么读的。这里又分成外部洞窟和中央洞窟3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怪物类型都不一样。在系统上的一大特点是可以在地图上快速保存，对于当时的游戏来说是一个很先进的设计。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部作品太老套了，不过放在当时传统的勇者设计还不算烂大街，整体的素质并不算差，战斗的设计有些偏激，进入战斗画面后无法逃脱，永远都是你死我活，遇到敌人数量多的情况会很麻烦，几个敌人同时接触就会非常的危险，有时候得依靠地形障碍，有时候还需要一些运气。可能设计人员觉得搞了个快速保存，就不需要战斗逃脱的设定了，死了可以直接读档。另外，进入不同的地点时不能自动切换画面，还得用指令操作，比较麻烦。音画水平对当时的 RPG 游戏来说还过得去，城镇和 NPC 的图形都比较精简，素材较少，也是反复的使用。个人评价2星半。派恒星之光，这是 Soft Pro 发行在磁碟机上的一款模拟策略游戏。
游戏的理念来自很早在电脑端上出现的星际迷航，目的是在我方空间站和基地被摧毁之前消灭全部的外星人。进入游戏前可以设置我方空间站的数量和敌方的数量，然后玩家控制的飞船会被投放到随机的地点。一开始通过菜单指令操作，顶部有剩余的时间，菜单下方显示剩余能量，然后是剩余的鱼雷数，右下方为当前的坐标。按下选择键调出菜单，从上到下的指令依次是世界模式，在这里俯视角查看太空图，还有后续的操作。S 传感器显示附近扇形区域的敌人和移动的信息。L 传感器显示相邻8个区域的信息，每个区块都用2×2的格子表示，上面的数字分别表示敌方数量、行星数量和地形特征。基地图是查看整体的地图，整个也只有8×8的大小。报告显示最新信息，即回到前面的报告页面。后面3个是准备空间跳跃、填充鱼雷和更改武器的强度级别。听起来很复杂，大致的游玩方式是先用传感器和地图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从第一项世界模式进入宇宙空间。在这里，方向键给飞船掌舵，调整方向和速度，选择一个目的地进行空间跳跃。计数器显示跳跃的距离。遇到敌人时，先用 S 传感器进行调查，然后使用刚才提到的命令菜单填充鱼雷，并设置好武器强度，这里被称为相位。返回大地图上，屏幕上的十字准星是我方飞船的朝向，按 A 键发射鱼雷消灭敌人。在这个场景里，右上方显示剩余鱼雷数和朝向的角度值，右下方是沿 XY 轴的飞行速度，正下方剩余能量，左下方是剩余的时间。设置武器强度和能量有很大的关系，需要合理分配，能量用完就会挂掉。另外，在空间里，飞船都在漂浮移动，发射的鱼雷要飞行一段时间，所以要考虑好提前量。一段时间后可以返回空间站补给，在大型的基地修理损坏的部分。在空间站还有一个对接操作要手动控制，消灭所有的外星敌人就能获胜。这个作品复杂的游戏模式受了《星际迷航》的影响，所以很多设计只有早年熟悉这个环节的欧美玩家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在现在看来，各种指令并没有多大的乐趣，反而十分累赘。即使在操作飞船运动的时候，方向键也不是直接控制移动，而是通过360度的旋转，然后调整推进器加减速度的形式实现。在熟悉了复杂的机制后，战斗没有任何的难度。设计时应该是想要营造一种太空航行模拟的感觉，但凭当年的水准显得很粗糙。个人评价2颗星。飞天大战，从电脑端移植过来的一款飞行射击作品，最初于1986年发布在 NEC PC 和 MSX 平台，红白机上只有磁盘版，发行方是 BothTech。这家公司主要在电脑端开发游戏，之前还介绍过它的《暗黑要塞》，也是磁盘版。游戏采用俯视角垂直滚动，玩家驾驶一架飞机，与另外几架电脑控制的飞机竞争，按 A 键发射子弹可以射击对手，击中后对方短暂停止移动，也可以直接冲过去撞击，并从他们身上取下一个道具。场景里出现的道具，几架飞机都有机会获得。画面左上方的方格表示燃料，敌方飞机也可以射击或者撞击玩家，此时损失燃料，燃料耗尽后再被攻击就会挂掉。游戏里的目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轻绑过关，带有一些冒险探索的元素。总共由8个区域构成，每个区域依靠传送门互相连接，而且每次游戏这些连接方式都是随机的。目标是要找到通向第8个区域的钥匙，并在其他竞争对手之前访问第8个场景。在此之前得获得足够的分数，然后将飞机升级，之后前往区域7找到钥匙。按 B 键是俯冲，用于进入传送门或者进入带有字母 P 的商店。在商店通过支付分数可以购买燃料，还能用这种方式获得关键提示。游戏里的道具有几种类型，有提升移动速度，有增加防御力的，可以抵挡敌方一次攻击。强化的武器有3项攻击、爆炸飞弹、围绕在飞船周围球状武器和扔向后方的地雷。带有骷髅头标志的是有害物品。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雷达道具，获得后画面右下方可以查看这个区域传送到达的地点。这款游戏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缺少内容。按这样的设计方式，前面很长一段时间只
只有自己和几个竞争对手的飞机互相干扰，没有其他的元素。到达后面的区域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敌人，而且由于角色图形都很大，同屏的敌人很稀少，玩起来完全没有飞行射击游戏的感觉，冒险探索的元素也没什么意思。个人评价2颗星。创世纪3：出埃及记。创世纪系列是由 Origin System 开发的著名 RPG 系列，设计师是理查·盖瑞特。他和巫术系列并称为角色扮演游戏的开山之作。和巫术的 3D 地牢不同，创世纪是 2D RPG 的先驱。第3部《出埃及记》最初在1983年发布在 Apple II 平台，后来移植到10几个不同的平台。红白机版的画面进行了重新绘制。早期创世纪系列的故事设定都在一个叫做索沙利亚的世界。在第3部里，一艘在甲板上写着血字 Exodus 的无人漂流船被发现，灾厄再次威胁索沙利亚。不列颠王召唤勇士，命其寻找 Exodus 的本体并将它消灭。相比于同系列的前作，3代在游戏系统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选择4个角色组成队伍，有5个种族和11种职业，还能自由分配属性点数。不同种族决定了不同属性成长的上限，例如人类属于平均型，各项最大值能到75；精灵敏捷上限是99，但力量和智慧最高到50。其他3个种族是矮人、哈比人和毛绒人。职业分得很细，11种除了常规的战士、巫师，还有小偷、骑士、诗人、僧侣等等，有不同的技能和不同的熟练度，能使用的装备也不一样。常规的在大地图探索时，敌人是可见的，接触敌人切换到战斗画面，是传统的回合制战斗。人物累计经验值升级后最大 HP 上升，但还得找国王谈话才能获得其他方面的提升。地面上的敌人随着角色升级也会逐渐变强。如果进入到地牢，变成一个3D 的场景进行探索，这里是随机遇敌。地牢里敌人的强度不随角色等级的变化，取决于地牢本身的层级，通常都比较强大，所以得到达一定的等级后再进入。地牢里也能找到更多的宝箱。游戏中的 NPC 角色除了交谈，还能执行贿赂、偷窃和战斗命令。偷东西如果被抓就会发生冲突，和证明战斗还会引来守卫，很难对付。别的一些特点，比如没有旅馆的概念，要靠食物进行回复，骑马赶路速度翻倍，不过实际的效果是敌方角色的移动速度减半，乘船时会受到风向的影响。这座的城镇有10来个，还有7个地牢迷宫，使用月门也能在各地之间传送。作为一款西方的早期经典 RPG， 本身的素质很扎实，但因为比较古老，虽然重做了画面，放在红白机上也难免显出粗糙的地方。另一方面，它又和传统的日式 RPG 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职业和种族的设计、升级和强度的变化，也不像日式 RPG 有很多的事件和线性的内容，相反具有较大的自由度。这也造成了游戏的时长因人而异。如果是当时 FC 的玩家，偶尔尝试一下欧美风格的老 RPG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个人评价3颗星。超能力冒险队魔王的城寨，原版来源于街机游戏灵童5，移植到红白机上进行了改良，由杰里可发行。开发方 NMK 现在也已经不存在了。早年主要从事街机游戏开发，以射击类游戏为主，最有名的街机作品是雷龙。游戏属于横版动作，并结合了大量的 RPG 元素，目标是要控制主角救出4名同伴，然后对付最终 BOSS。按 A 键跳跃，B 键用锤子攻击。主角的移动迅速，跳跃力更是逆天，一个屏幕都不够他的高度，在空中挥舞锤子的时候还不会下落。结合方向键也能让下落变慢，按下暂停键能查看地图。右侧显示人物等级和各项属性值，消灭敌人获得经验，累积经验后升级。升级系统做得很不平衡，每级需要的经验值不是线性增长的，很容易提升。而且级别高了以后，各项属性值会暴涨。找准一个地方的敌人，不停地刷就能快速升级。有些地方的门到了一定的等级才能进入，所以刷级就成了必须的。在场景里有些奇奇怪怪的角色可以对话，随着游戏进程救出的同伴也能加入战斗。
在暂停菜单中操作切换角色，5个人物属性不同，也都有自己的特点，跳跃力、攻击力、防御力差别明显，但因为设计不平衡，这些人物并不一定要全部用到，初始的主角就能完成绝大部分的内容。总的来说，就是跳跃力好的人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这个大块头虽然攻击力最强，但跳不高作用就不大，瘦高个子跳得最高，基本上只要按住跳跃键，脑袋到顶才会停下来。小女孩在有些特定的对话时需要使用，有些对话涉及到花钱，也有对话可能把对方激怒导致战斗，钱只能通过找到宝箱获取，因此是有限的。正如上面这些提到的，这款游戏没有平衡性可言，音画水平也不高，但要完全说它是个垃圾游戏也不准确。这种夸张的跳跃力设计很有魔性，操作起来有独特的手感，用锤子的打击动作看着也还很解压。个人评价2颗星。光之气由 Camco 发行的一款 RPG 作品，游戏的制作人叫道普忍，之前介绍过的一款游戏《太空猎人》也是由他负责开发的。随着《勇者斗恶龙》系列的火爆，更多的公司开始模仿并尝试制作同类型的游戏。故事背景在一个虚构的艾巴尔星球，居民们和平地生活着，但他们的力量源泉因陀罗之光被恶魔带走，艾巴尔陷入了恶魔野兽猖獗的可怕状态。主角决定找回因陀罗之光。这座也是传统的 RPG 风格，一开始能建立存档，也就是说有内置电池进行保存。在这个时期，这项技术的使用已经变得更加普遍。这座主打的特色是会和7个同伴相遇，同时强调这个过程中的故事情节。和不同语言的人是无法交谈的，如果想要到新的区域，得先学习新的语言。再就是城镇的规模都做得很大，比当时同类游戏常规设计大很多，其他的都是传统的 RPG 设定。在大地图上，怪物是可见的，接触后进入战斗，但怪物的图形仅仅用几种简单的图形跳动表示，接触前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怪物，魔法都要到特定的地方去学习。有些地点有隐藏的地下通道，通常调查一些岩石可以开启。当有队友加入后，有个特点是在地图上移动时，队友不会紧跟在主角身后，速度会慢一些，也可能是设计的缺陷。如果同伴接触敌人，战斗结束后的行动位置从同伴所在的位置开始。再就是有时候队友会被地形给卡住。还有一个既是特点也是问题，和人物对话不用指令，和 NPC 面对面自动进行，但只能从正面，所以当 NPC 移动时，抓住他对话有时候会变得很麻烦。在巨大的城镇里 NPC 众多，说起话来就更加浪费时间。这部作品还有一些平衡性的问题，不同区域之间敌人强度差异很大，到一个新的区域前要刷等级， BOSS 反而都比较弱。探索过程中的宝箱除了事件物品，其他的基本全是金钱。人物图形数量太少，同伴的图形和普通 NPC 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主角的图形都不是唯一的。音乐水平还不错，画质在 RPG 游戏里也还行。如果只是单纯的冲着故事情节，不在乎战斗和系统部分，游戏还是有可玩的价值。个人评价2星半。太空立体战，这是科乐美在磁碟机上发布的一款飞行射击游戏，和之前介绍过史克威尔的立体赛车一样，该作也支持红白机的 3D 系统，通过连接专用外设实现 3D 效果。这里顺便提一下，由于 FC 的 3D 系统比较失败，普及度并不高，而且当时只在日本销售，总共只有7款红白机游戏支持该系统。人类已经殖民了太阳系中大部分的星球，但冥王星的殖民地被突然出现的一艘外星母舰入侵，人类开发出新的空间跳跃技术，但并不成熟，本来准备用于进一步扩展殖民地，此时只好将未完成的系统用于对抗外星人，但只有主角的飞船幸存下来。伪 3D 的画面采用追尾视角，系统上就比较简单了，用选择键切换是否开启 3D 效果， B 键发射子弹攻击， A 键发射有限数量的跟踪导弹，一次最多2枚。画面右上方显示导弹的剩余数量，获得红色的字母 P， 每个增加5枚导弹，上限储存99。另外还有蓝色的字母 P， 是提升飞船的速度，红蓝闪烁的是奖命。游戏总共6个关卡，每个关卡末尾有一个 BOSS，
为了配合 3D 系统实现视觉效果，场景的主题都比较简单，很多时候是在宇宙空间，或者是重复的运动背景。敌方的 BOSS 是造型不同的母舰。以当时科乐美的技术水平，开发这样一款游戏没什么难度，本作的基本素质还是有保证的。之前的红白机上也有过这种追尾视角的伪 3D 射击游戏，和这些作品一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和平面的飞行射击有视觉差异，操作距离和瞄准都不好把握，这也是一些媒体评价不高的原因。个人评价3颗星。妖怪鬼屋原版是卡西欧1986年发布在 MSX 平台，红白机的移植版由艾瑞姆开发发行。相比原版，重新设计了地图结构，修改了一些 BOSS 角色，并添加了新的敌人。在郊区有一座叫妖怪之家的豪宅，来自日本各地的妖怪被僧侣消灭并封印在这里。有一天，浩二和丽卡来到这里测试自己的勇气，不小心揭开了封印，丽卡被妖怪给绑架。这是一个标准的横版动作类型，主角的武器只有一个手电筒， B 键发射手电筒光束， A 键跳跃。画面右下角的电池是血量，同时也是手电筒的电量，电量越高，光束发射的越远。总共5个关卡，每个关卡先要在带有迷宫性质的房子里找到5个符咒，然后去消灭本关的 BOSS。 游戏里的道具种类不多，饭团收集后蹲在地藏菩萨跟前，电池电量表充满，蜡烛恢复半格电量，电池图案获得后提升1格电量的最大值，将其图案的马一定时间暂停敌人的动作，粒子一段时间内处于无敌状态，放大器可以扩大光束的范围，护身符免受敌人的伤害。关卡里有少量的隐藏路线，不太好找，通常是隐形的楼梯或者特定位置的地下。这款游戏的迷宫设计的比较混乱，不同场景之间的连接找不到什么规律，而且很多都是单向的。发现符咒后，如果路线不对错过了，得回到最开头的位置再来一遍，或者从一些冒出火焰的平台里下去，可以传送到其他位置，但出口是随机的。电池既是血量又是攻击射程的设计，对于初上手比较困难，受伤后就变得很弱，尤其是对付 BOSS 的时候。另外跳跃的控制比较差，起跳后空中只能微调位置。总的来说，游戏不够好，但也不算是烂作，个人评价2星半。霸王封印，这是由工画堂开发的一款 RPG 游戏，原始版本1986年发布在电脑端，后来移植到世嘉的 MS 和 FC 等几个平台。FC 版由 ASCII 发行，欧美地区发行的游戏名字是《奇迹战士：黑魔王的印记》。在剑和魔法的世界，和平维持已久，人类、精灵和魔兽共存。一天，恶魔女王特拉琳打开了潘多拉通道，让黑暗生物进入了这个世界。统治圣阿卡斯公国的阿卡斯王室找到勇者的后裔阿格斯，委托他关闭潘多拉通道，恢复世界和平。又是传统的勇者套路，不过这座的系统比较有特点。进游戏后，画面的左下方有一个小地图，是俯视的视角，在一个3×3的格子里，主角始终处于中间。移动时，这个小地图只显示周围3×3范围的地形，这也是人物的可见视野范围。其他内容在上方局部放大图上显示，同时还取决于人物面对的方向，包括了城镇、人物、敌人等等。因此，只有走到附近，具体内容才会呈现在上方的画面中。仅仅依靠这些的设置，显然是无法正常探索的。所以当年随卡带发售，还有一张世界地图，同时还附带一个金属的手办，用于在世界地图上摆放主角的位置。这样的设计有些像桌面角色扮演，遇敌后切换战斗画面是回合制，但敌方没有攻击动作，角色输入攻击指令后攻击敌人，这时会同时计算双方的损伤，敌方释放特殊法术的情况除外。在地图上，除了遇到怪物，也能遇到其他的 NPC， 比如商人，和前面讲的创世纪里设计一样，相遇后可以选择各项指令，这里包括了逃跑、谈话、威胁、战斗和魔法。装备有耐久的设定，和之前介绍的海格力斯的荣光类似，战斗会消耗耐久，回城镇找铁匠修理，或者直接花大价钱把铁匠带在身边。
另外有一种治疗师的 NPC 也可以执行类似的操作，还有一个声望系统，通过消灭异世界的怪物或对居民不好的本地怪物增加声望，但杀死了居民崇拜的本地怪兽会降低声望。声望的数值影响和 NPC 的谈话内容，还有他们对待主角的行为，包括威胁他们后的反应。另外，游戏里除了常规的货币，还可以收集怪物的尖牙，不但可以换钱，达到一定数量还能获得特殊的武器。好的武器装备要么是探索特定的洞穴，或者用尖牙换取的方式得到。游戏的世界被海水分割成了几个大陆，得依靠船在几个大陆之间移动。整个的流程必须找到战士、亚马逊和海盗3个同伴，在地下神庙中找到3把钥匙，还得找到一套古老的神秘武器和盔甲，最后与特拉林决战。这款游戏对于习惯了日式 RPG 的玩家可能会有些不适应，它很强调自由度，敌人的强弱只取决于角色的等级和地形。通常在平地上怪物相对较弱，其他地形怪物较强，和区域位置没有关系。这就鼓励玩家运用地形大胆探索，但高自由度也就意味着缺少线性的事件，没有太多发展剧情的流程，大部分时间用于打怪赚钱、提升声望，再就是探索地牢。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早期游戏容量小，用这种模式就显得单调了些，又因为是电脑端直接移植的，音画水平都不高，声望和金钱系统的数值设计有些不平衡。个人评价3颗星。王子复国记，这又是一款 RPG 游戏，原名直译过来叫做密涅瓦顿传奇拉贡的复活。泰东发行，有一个3部曲系列，本作是系列的第1部。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密涅瓦顿的世界，在这里的帕尔梅西亚王国，暗之王子拉贡杀死了国王和王后，并占领了王国。主角是该国年幼的王子，他被一名牧师救了下来。数年之后，王子长大，开始了他的复国之旅。这也是正统的日式 RPG 类型，不过战斗方式为计时制，在大地图上随机御敌。切换战斗画面后，我方角色总是出现在画面的底部，敌人在上方，接触就会攻击。后面也有远程攻击的方式。有一个设定是任何战斗都可以100%逃脱，包括了最终 BOSS 战。本作的主要特点有2个：佣兵和同伴系统，以及深度的世界观构建。先说佣兵和同伴系统。同伴只有2种类型，魔法型和弓箭手型。每个同伴都有自己的故事设定和要加入主角队伍的理由，只能带1个魔法师和1个弓箭手。如果新的同类型加入，将取代老的同伴。同伴不能升级，但同一个类型的同伴装备共用，人物替换，装备仍然保留。总共有10名同伴，其中还包括了最后嫁给王子的露娜。佣兵在佣兵所招募，最多招5个。战斗时，佣兵由电脑自动控制，如果挂掉就是永久死亡，但如果活下来 ，HP 和异常状态会自动恢复。更重要的是，佣兵可以升级，因此养成佣兵是游戏的一大乐趣。关于世界观的描绘，上面提到的同伴故事是一方面，游戏内对于幻想世界有着详细的表达，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吟游诗人的诗歌、证明和旅行者的八卦，以及石碑中的记录和各地的传说。证明的对话内容会随着故事的进展而变化，主角或者同伴完成特定情节和时间的流逝也会在对话中得到反映，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代入感。这种方式现在的游戏用的很多了，但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这部作品的战斗难度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因此才有了100%逃脱的设计。虽然战斗模式比较单一，但也需要掌握一些远程攻击的小技巧，否则一直逃脱也不能升级，尤其是在地牢的部分。和很多早期 RPG 一样，御敌率比较高，有些拖节奏，而且连续逃跑还会增加御敌率。游戏整体上系统非常完善，制作精良，但由于在勇者斗恶龙2代之后一下出现了很多 RPG 游戏，本作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但各大媒体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游戏评价4颗星。这期一下来了5款 RPG 游戏，着实费了我一番功夫。后面如果 RPG 游戏多了，工作量要大不少。
有可能会更得慢一点。下期接着讲87年10月份剩下的作品。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